很多人都有吃过枫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枫糖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Hello，大家好，今天我就来到了加拿大 Oakville，参加了他们的枫糖节。这支视频就会带你从头到尾的看一次一滴枫糖是怎么去从树里变成到你的餐桌上的。那我们到的时候呢，是大概在早上的10点钟左右，所以呢还不是有很多人。那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冷的，而且呢刮着非常大的风。那这边呢我们就等待专业的人士来讲解整个枫糖的制作过程，以及呢枫糖的历史。很多人以为枫糖就是从树上直接流出来的糖浆，但其实完全不是的。每年大概在春天，气温开始在白天回暖，晚上降温的时候，枫糖里面的树叶才会开始流动。这个时候，它们会在树上钻一个小孔，然后把树叶一点一点的去收集起来。但是你看到的这些树叶，其实看起来几乎是跟水一样，几乎是没有甜味的。真正让它变成枫糖的关键，其实就是在后面。这些树叶被集中起来，然后放进一个很大的锅里，开始长时间的加热，不断的去蒸发它的水分。那大概40公升的树叶才会变成1公升的枫糖浆。所以其实你平时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被浓缩过的，也难怪它的味道会这么浓。而且当你在现场看到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花时间、很依赖天气的事情，而且不是随时都是可以做的。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呢，当你知道一样东西是怎么来的之后，你再去吃它，感觉真的会不一样。所以等一下我去吃枫糖的时候，其实就是带着一点理解在吃的。现场最直接的体验就是你可以吃到各种刚做好的枫糖制品，那不只是单纯的糖浆，还有像是枫糖糖块、枫糖甜点，甚至有一些现场制作的一些食物，跟你在超市买的那一种呢，味道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它们会更浓，更接近原始的味道。有一些呢，甚至是刚从锅里出来的，还带着一点温度。那除了吃的，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区，你可以看到一些农场的动物，像是牛、羊，还有猪等等。这其实也呼应了整个活动的主题，回到最原始的农场生活。现场也有一些设计给小朋友的活动，像是简单的游戏、互动区等等。所以如果你是带小朋友来的，其实他们不会觉得无聊。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定位，如果你是想来吃东西的，可能会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说你是想来体验一下这种季节限定的活动，或者带家人来走走，其实还蛮值得去来一次的。那在购完枫糖制作之后呢，我们就走到了这一区，它是 Spruce Lane 的农舍。这种房子呢，其实就是早期加拿大农民最典型的居住形式。你可以看到整个呢都是木头的结构，里面的设计虽然简单呢，但是非常精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设计细节。一走进来呢，其实就有很明显的感觉，空间不大，但是呢非常的紧凑。因为在当时呢，房子不只是为了舒适，更多的呢是为了生存。那这一区其实整个房子的核心是厨房，像这个传统的木头炉灶，以前不只是用来做饭，同时也是整个家的取暖来源。在冬天的加拿大，这一个炉子几乎就是一家人的生命线，而且很多食物都是直接在这里处理、保存、再利用，包括刚刚看到的枫糖，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慢慢制作出来的。那这里的天花板呢，它是属于金属压花的天花板，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装饰性的图案，这个在以前是很流行的，而且呢，它还有防火的功能。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家具都非常简单，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因为在那个年代，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要有功能，没有什么是为了好看而存在的。如果你想象你自己生活在这里，其实生活会非常不一样。没有店，没有外送，没有超市，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做。所以枫糖在当时真的不只是甜品，它更像是一种日常的必需品，可以用来补充能量、调味，甚至是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交换其他资源。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当你走在这个空间里面，再回想刚刚看到的枫糖制作细节，你就会突然发现，那不是一个展示活动，而是以前的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那最后我们做上了这种 vegan， 慢慢的去吃今天最期待的松饼配枫糖。刚看完制作，再吃一口，感觉真的不一样。那在吃完之后呢，也是同样的坐着 wagon 再去回到了我们的出发地。在寒冷的冬天里面有这样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